千万别再误解《孙子兵法》了。你是不是一听见这5个字，就立刻联想到36计、瞒天过海、借刀杀人这些腹黑套路？要是你也这么想，那可就掉进大众最大认知误区里了。实话跟你说，《孙子兵法》和36计压根儿就不是一回事儿。36计只是明清民间小说里街头算计、耍小聪明、坑蒙拐骗的市井伎俩，而《孙子兵法》是春秋时期用来牵动数十万人生死、掌控大国命运的顶级博弈绝学。整部典籍核心就一件事儿：能不硬碰硬就稳稳赢下局面。真要不得不出手，也得算好利弊，保证自己分毫不亏。现在这个时代，处处充满变数，谁不深陷焦虑？考研赛道挤到内卷，找工作难上加难，创业更是十死无生。我们普通人没有先天资源加持，没有开挂的人生底牌，到底怎么把人生这场硬仗打好？答案早就藏在2000多年前这部传世神作里。今天咱们不堆砌枯燥历史，不咬文嚼字掉书袋，直接把《孙子兵法》的顶层智慧翻译成你职场打拼、商业竞争、日常交友都能立刻套用的底层逻辑，帮你跳出普通人的思维局限，练成高手的博弈思维。整本《孙子兵法》13篇，计篇、作战篇、谋攻篇稳居前3，3篇合一，就是所有人生赢家都在坚守的核心心法，更是普通人逆袭必须吃透的底层逻辑。什么叫先胜而后求战？直白点讲，就是先笃定能赢再行动，绝不是盲目冲上去再赌输赢。这话听着像废话，没行动怎么知道胜负结果？可这偏偏就是普通人和顶尖高手最扎心的思维鸿沟。普通人遇上难题，永远凭着一腔热血，脑子一热就往前冲，凭着一股莽劲硬闯，最后撞得满身伤痕，头破血流。这就是典型的先战而后求胜，把人生成败全交给运气摆布。但孙武早就点明，真正的输赢从来不是临场拼出来的，早在你动身行动之前，结局就已经注定。而决定结局的关键，就是计篇里讲到的妙算思维。古代出兵打仗前，都会到宗庙周密推演盘算，孙武还给出了人人能用的5式7计分析模型，帮你从5个核心维度摸清底牌。道是上下同心，目标一致，放到现在就是个人初心追求团队凝聚力。天是4时更替，局势变迁，对应当下的行业风口。宏观经济周期，地是路途远近，地势险易，代表你身处的平台资源、行业竞争壁垒将是智慧、诚信、仁爱、勇猛、严谨，就是你的个人综合能力和带队格局。法是制度规矩、权责划分，等同于企业管理体系、个人行事准则。孙武早就告诫我们，多推演多盘算，就多一分胜算。少谋划少考量，就很难取胜。完全不做规划，盲目行动，注定只会一败涂地。现实里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。多少人一时冲动决定考研，裸辞创业，只是单纯不想安于现状，不想踏实上班，从来没测算过自己的抗压能力，没摸清考研赛道缩招趋势，更没算过手里存款能支撑多久空白期。这种毫无规划的贸然冲锋，在兵法眼里根本不算勇敢，只是白白浪费精力、葬送机会的无脑送人头。要知道，真实的人生赛场里，搜集信息、梳理数据、逻辑推演、事后复盘，远比盲目投简历、死磕刷题、冲动打拼重要上万倍。这就是先胜思维的核心真谛。很多人以为盘算清楚有胜算，就能立刻放手去做，可你千万别着急。作战篇会给你浇上一盆清醒的冷水，教会你人人都该具备的成本思维。兵法里直言，大军一旦出动，每天耗费的财力都是天文数字，战争就是一台不停烧钱的碎钞机。所以真正聪明的人都坚守一个原则，不划算的事坚决不做。就算表面看似赢了，只要投入和回报不成正比，归根结底还是亏本。职场里很多人都陷在错误认知里，
总觉得加班时间越长，和同事争执越凶，内卷越厉害，就越有本事，越有价值。这想法简直大错特错，在兵法思维里陷入无意义内耗，耗在没必要的持久战中，是最愚蠢的选择。兵贵胜不贵久，你的时间、精力、情绪都是最珍贵的隐形财富，把这些浪费在和烂人争辩，在不合适的岗位死磕，为无关琐事内耗上，就算争得了一时面子，也输掉了整个人生的大局布局。顺着成本思维往下延伸，就到了谋攻篇流传千古的至高境界，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最高明的处事方式。孙武还划分了清晰的处事层级，最高级的智慧是伐谋，提前看透对方战略意图，从根源上瓦解对方布局。对手想打价格战，你就联手上游资源釜底抽薪，直接断了对方后路。次一级是伐交，靠人脉资源整合，圈层联动，孤立对手，让对方无处立足。再下一级是正面比拼实力，争夺市场份额，实打实硬碰硬竞争。最低级最笨拙的做法就是死磕别人早已筑牢优势的领域，硬啃啃不动的硬骨头。很多人把百战百胜当成至高夸赞，可在孙武看来，次次都要正面交锋取胜，根本算不上高明，反而暗藏隐患。每一次硬碰硬都在消耗你的资源、精力、人脉和身心状态。真正的顶级高手从来都不张扬不显摆，靠着提前布局、精准盘算、暗中威慑，把所有矛盾和竞争扼杀在萌芽状态。所以朋友们，当你在职场遇上竞争，生活碰上烂人烂事儿，千万别第一时间冲动硬碰硬，先稳住情绪，静下心来，在心里好好算一笔账，跟对方僵持内耗到底值不值得？除了正面硬刚，有没有更稳妥的办法绕开矛盾，化解纷争？当你学会用成本收益、长远价值去衡量每一次发脾气、每一次熬夜硬扛、每一次冲动抉择时，你就已经摸到了《孙子兵法》的入门门槛，不再是被情绪牵着走的莽夫，而是懂得理性权衡、手握人生算盘的清醒玩家。弄懂了前3篇开局定胜率的智慧，接下来行篇、事篇、虚实篇会手把手教你，确认有胜算之后，怎么用降维思维轻松碾压对手。这部分内容格外硬核，会彻底颠覆你对努力、内卷、竞争的固有认知。在学会主动出击之前，兵法先教会我们一套反常识的防守思维：昔之善战者，先为不可胜，以待敌之可胜。简单来说，真正的高手从来不会先想着怎么打败别人，而是先把自己打磨得毫无破绽，让别人根本没有机会击败自己，之后沉下心，默默等待对手露出漏洞，主动犯错。投资大佬巴菲特的2大投资铁律：永远不亏损本金，永远牢记第一条，和孙武的这套思想简直跨越时空，不谋而合。很多刚入职场、初次创业的年轻人，满脑子都想着颠覆行业，大展拳脚，横扫对手，到头来却因为步子迈得太大，导致资金链断裂，决策失误，早早被行业淘汰出局。孙武早已点明核心道理：不可胜在己，可胜在敌。能不能不被别人打败，主动权完全握在自己手里。只要守住自身底线，把控好经济现金流，坚守原则，不踩红线，踏实做好本职工作，练就硬本事，你就已经立于不败之地。至于能不能超越对手，赢得竞争，要看对方会不会出现漏洞，给不给你机会。要是对手同样毫无短板，稳扎稳打，那就沉住气，耐心等待。当下社会早已进入存量博弈时代，很多时候你根本不用刻意争输赢，做惊天动地的大事。只要你比竞争对手更稳、更持久，等着对方因为盲目扩张、内部内耗、决策失误自爆短板，你就能顺势躺赢入局。要是你稳稳蛰伏到对手露出破绽，该如何精准出手，一击制胜？孙武给出了以惩诛4个字核心诀窍：10重量级大单位，诛是微不足道的小单位，
一类子足足抵得上576株，意思就是用绝对的优势力量，去碾压微不足道的弱小对手。你仔细想想就会明白，《孙子兵法》从来都不推崇势均力敌的公平对决，那种讲究对等较量的只是世俗执念。真正的中式博弈精髓，从来都是打造局部绝对优势，实现降维打击。而这份压倒性优势主要来自形和势两大核心。所谓形，就是你的基本盘，硬实力、自身底蕴是实打实的个人底牌。兵法里形容胜者用兵，就像万丈高山之上积蓄的湖水，瞬间开闸倾泻，洪流奔涌而下，无人能挡。这就是形的力量。放到商业赛道里，大企业热衷垄断，互联网巨头砸重金补贴清场，就是用资本积累的硬实力碾压中小竞争对手。放到我们普通人身上，过硬的学历、无可替代的专业技能、常年积累的人脉圈层，都是属于自己的形。你要做的就是深耕擅长的领域，把自身优势拉到旁人难以追赶的高度。所谓势，就是发展动能。人生杠杆，时代势能，光有扎实的硬实力还远远不够，借势而起才能事半功倍。兵法有言，湍急的流水能冲走巨石，靠的就是迅猛的势能。流水本身柔弱无力，可一旦汇聚流速拉满，再沉重的巨石也能被轻易撼动。这就是雷军口中能托起行业风口的大势。一块石头放在平地平平无奇，可搬到高山之巅，轻轻一推，滚落的冲击力就能摧毁沿途一切阻碍。普通人想要逆风翻盘，阶层跨越，千万别在平地和别人拼蛮力、拼时间、拼体力，一定要找准属于自己的时代风口。人工智能浪潮、短视频流量红利、跨境出海趋势，都是可以借力的高山。你个人能力或许有限，可只要顺势而为，搭上时代势能，就能释放出远超自身实力的能量。当你筑牢自身硬实力，借上时代大势能，最后该朝着哪个方向发力？虚实篇给出了终极答案：兵行向水，避高趋下，避实击虚。水流的天性就是避开坚硬高耸的阻碍，专往低洼薄弱的地方汇聚。行军博弈也是同一个道理，永远避开对手实力最强、布局最完善的主场，精准直击对方防备最弱、短板最明显的软肋。我们从小被灌输的木桶理论，一直告诉我们人生上限取决于最短的那块短板。多少人耗费大半辈子宝贵精力，拼命弥补自己不擅长、没天赋的短板，到头来反而荒废了自身优势。可站在《孙子兵法》的视角看，红海竞争里木桶理论根本就是伪命题。你非要和强者比短板，和优势者拼弱项，注定一辈子都赢不了。真正聪明的人都信奉长板理论，把自己的优势无限拉长，打磨成一把锋利尖刀，精准刺向对手毫无防备的薄弱之处。举个很现实的例子，要是你学历普通，简历没有亮点，这就是你的短板弱项，盲目参与全网海投，大概率会被大企业的学历筛选直接淘汰。这时候硬拼别人制定的规则，根本没有胜算。聪明的做法就是避实击虚，避开内卷严重的网申通道，带着精心打磨的行业分析报告、落地的实操案例，走进行业论坛、线下峰会、专业圈层，直接对接业务负责人，绕开常规竞争赛道，精准找到属于自己的机会。不管是职场还是创业，永远别在别人擅长的领域硬刚，别钻进巨头垄断的红海市场，多挖掘被忽略的边缘赛道，深耕未被满足的细分需求，打得赢就稳步深耕，打不赢就及时转身，奔赴自己能稳稳取胜的赛道，再用自身绝对优势碾压对手。只要吃透纤维，不可胜。以地撑珠、避实击虚这三大智慧，你就掌握了老祖宗留给普通人破局逆袭的顶级利器。前面我们聊完了如何打造自身绝对优势，可现实从来都不会事事如愿，不可能每一次竞争你都手握碾压实力。要是双方实力旗鼓相当，甚至敌强我弱，身处劣势，我们又该如何逆风翻盘？
扭转战局，这就不得不学孙武留下的另一套核心智慧：千层套路与动态博弈思维。朋友们，我们学会了提前盘算，稳住自身，打造优势，实现降维打击。可现实往往很骨感，我们不可能永远手握优势，占尽先机。在职场内卷商业比拼里，你未必有绝对实力撑腰，甚至自身资源、背景、能力都比不上对手，处在弱势地位，难道就只能束手认输、被动淘汰吗？当然不是。孙武在军争篇、九变篇、地形篇里早已备好一套万能指南，专治实力不足、处境被动的各种困境，帮你用博弈套路实现逆风翻盘。提到《孙子兵法》，人人都听过“兵者诡道也”这句话，很多人误解成耍心机、玩阴招。放到现代格局里，其实就是做好预期管理，编织信息迷雾，隐藏自身底牌，迷惑对手判断。孙武更是总结出2大核心诀窍：能而示之不能，用而示之不用。直白翻译就是：明明实力出众，却刻意收敛锋芒；明明早已布局行动，却假装按兵不动。很多职场新人都有一个通病，总想时时刻刻展露100%实力。老板安排任务秒秒回应，额外工作全盘接手，一心以为埋头苦干，事事包揽就能升职加薪，可到头来只沦为公司任劳任怨的耗材，被无限压榨精力，只要一次做得不够完美，他人对你的评价就会一落千丈。这就是不懂诡道思维的代价。真正的职场高阶玩家都深谙藏拙之道，日常琐碎的边缘工作里，适当展露不足，收敛锋芒，降低身边人和领导的心理预期。可一旦遇上核心项目、关键机遇、决定前程的关键时刻，立刻爆发全部实力，一击拿下亮眼成绩。这种反差感才是向上管理、惊艳众人的绝佳方式。商业赛场更是如此。当年腾讯布局微信时，马化腾全程低调行事，刻意释放烟雾弹，让同行误以为腾讯还在深耕 QQ 优化。等竞争对手反应过来抢占市场时，微信早已牢牢站稳移动互联网核心席位。这就是暗中发育，明处示弱的高明之处。永远别让对手摸清你的真实底牌和布局节奏，懂得隐藏自身实力。接下来就要学会顺势前行。军争篇里以迂为直、以患为利的思维，更是打破常规认知的顶级智慧。我们总觉得2点之间直线最短，可这只是数学层面的道理。放到人生博弈、商业竞争里，直奔目标的直线往往最拥挤、最惨烈，绕远路的迂回方式反而能避开内卷，抢占先机。就像2家企业同时盯上一块市场蛋糕，要是双方都争先恐后、正面争抢，只会陷入价格内卷、资源内耗，最后两败俱伤，利润尽失。聪明的经营者都会选择以迂为直，避开正面竞争，走一条看似遥远实则稳妥的迂回路线。早年国内手机市场竞争白热化，各大品牌扎堆1、2线城市砸广告，开门店抢流量，走的都是直白的直线赛道。而 OPPO、vivo 另辟蹊径，深耕4、5线城市、下沉县城乡镇，挨家帮线下门店升级布局，搭建渠道。在当时1线大厂眼里，这种做法进度缓慢，太过迂回，可结局却出人意料。当1、2线城市流量红利枯竭，行业内卷加剧时， OV 早已靠着迂回布局筑起坚不可摧的线下护城河，反向包围主流市场，稳稳占据行业一席之地。这套思维放在个人职业生涯里同样适用。所有人都扎堆报考热门岗位，争抢光鲜捷径，最后大多沦为内卷分母，白白耗费青春时光。你不妨换个思路，选择有发展潜力的边缘部门，或是花几年时间深耕冷门却有高壁垒的硬核技能。看似绕了远路，走了弯路，可当你练就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，再度回归主流赛道时，自然能轻松实现降维逆袭。战场局势瞬息万变，人生境遇也从无定数。9变篇里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。一句话看似叛逆，实则藏着极致务实的生存智慧。古代将领领兵在外，
可根据战场实情违抗君主指令，放在现代职场和创业中就是拒绝死板盲从，学会灵活变通。很多人把执行力曲解成无条件服从，只会机械遵守固有规则，照搬上级过往决策，哪怕市场风向变了，需求逻辑改了，也不敢调整方案，提出异议，到头来只会拖累团队，耽误机遇。真正拥有九变思维的聪明人，从不做墨守成规的执行者，更不当机械照搬的工具人。推进项目时，一旦发现市场变化、需求偏差，会立刻暂停固有节奏，用真实数据复盘现状，果断优化甚至推翻原有方案，根据实际局势灵活调整策略，这才是兵法推崇的强者思维。不用做原地打转的磨盘之驴，要做掌控方向、随时调整航向的人生舵手。学会了博弈套路和灵活变通，我们还要认清极端绝境的破局法则。要是在动态博弈里被逼到无路可退，陷入人生低谷，孙武给出了最决绝的破局之法：投之亡地，然后存陷之死地，然后生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破釜沉舟、绝境重生。历史上项羽巨鹿之战，正是靠着斩断后路，背水一战，激发全军求生斗志，以少胜多，一战封神。但在这里必须提醒大家，这也是世人对《孙子兵法》最大的认知误区。很多人读懂这句话就热血上头，稍有工作不顺就盲目裸辞，想着切断后路就能在创业，考研中逆袭翻盘，这完全曲解了本意。要知道，置之死地而后生是被动陷入绝境后的无奈之举，是走投无路时的最后底牌，绝不是让你主动放弃退路。刻意以身涉险、盲目裸辞、借贷创业、孤注一掷追梦，这不叫绝境重生，这叫盲目莽撞、自断前程。别忘了孙武贯穿全书的核心思想，永远是先胜而后求战，保全自身为先。身陷死地放手一搏，只是万不得已的小众选择，绝非常态生存法则。人生99%的时刻，都要给自己留有余地，多做规划，懂得狡兔三窟，稳中求进。只有真正退无可退、别无选择的绝境时刻，才能亮出最后底牌，奋力撕开一条生路。人生博弈充满万千变化，套路谋略、布局算计、顺势借势固然重要，可所有战术谋略都离不开一个核心前提，缺少了这个根基，再多兵法智慧都是空中楼阁。而这个关键前提就藏在《孙子兵法》火攻篇和用间篇最后2篇里，也就是决定人生层级的第4大核心心法：守住信息霸权，保持情绪稳定。人人都熟知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这句话，听了无数遍，却很少有人真正做到。想要做到知彼知己，预判先机，孙武在用间篇给出了最直白的答案。想要提前摸清对手底牌，看透局势走向，求神拜佛没用，主观臆断没用，凭空猜测没用，唯一靠谱的方式就是依靠一手人脉、精准情报、真实信息。为了获取核心情报，甚至值得投入时间、精力、财力，用心经营。放到当下社会，这就是打破信息壁垒，搭建专属信息网络，掌握信息霸权。人与人之间拉开差距的关键，从来都不是智商高低、努力多少，而是信息差的大小。为什么有人总能提前抓住行业风口？为什么有人总能精准选对发展赛道？为什么有人总能避开人生大坑？踩准时代红利，本质就是他们掌握了普通人接触不到的核心情报和圈层信息。身处职场，游走社会，千万别只顾埋头苦干、闭门造车，做眼界狭隘的独行侠。要舍得花时间深耕圈层，愿意花成本结识行业前辈，主动学习优质行业研报，搭建属于自己的信息渠道。当你手握上游核心信息，看清行业底层逻辑，再回头看待身边同龄人，自然能轻松实现认知碾压、赛道领跑。掌握了精准信息，再读懂火攻篇的底层逻辑，就能借大势之力实现越级成长。冷兵器时代，火是唯一能抹平兵力差距的制胜手段。
哪怕兵力悬殊，只要善用火攻，就能以少胜多。逆转战局放到现代社会，火攻就是借用颠覆性外部杠杆，互联网崛起、短视频红利、人工智能普及，都是能颠覆行业规则、改写人生轨迹的时代大势。面对时代风口，普通人最容易陷入2种误区：一是固步自封，视而不见，死守老旧思维和固有赛道，最终被时代浪潮无情淘汰；二是盲目跟风，冲动入局，看不清自身实力，就扎堆蹭热点、追风口，最后跟风翻车，根基尽失。孙武早已给出行事准则：战胜攻取而不修其攻者凶。意思是，就算借着风口取得短期成功，要是没有自身核心实力稳固根基，最终只会昙花一现，陷入凶险。这也提醒我们，可以蹭时代热点，借科技红利，用工具提效升级，但一定要筑牢自身基本盘，拥有不可替代的个人价值。风口退去，浪潮消散之后，你依然能站稳脚跟，稳步前行。我们学了无数算计谋略、博弈战术、布局心法，可孙武在全书结尾点出了决定所有成败的终极底牌，那就是情绪稳定。兵法直言，主不可以怒而兴师，将不可以运而制战，合于利而动，不合于利而止，身居决策者位置。绝不能因为一时愤怒就贸然行事，不能因为一时委屈就冲动抉择。凡事只看利弊得失，不被情绪、面子义气左右，有利可图。值得坚持就全力以赴，毫无价值；徒增消耗就及时止损。要明白，一时的愤怒可以平复，短暂的憋屈可以释怀，可事业衰败、机遇流失、人生走错路，就再也无法挽回。现实里多少人栽在情绪失控上，职场被批评就赌气裸辞，事后陷入失业焦虑，生活因小事与人争执，冲动行事付出惨痛代价，感情被辜负就偏执纠缠，白白消耗自己半生精力。真正读懂《孙子兵法》的高手，早已剥离易怒、嫉妒、偏执这些情绪化弱点，把自己练成一台只权衡利弊、理性决策的思维机器。永远记住，别在深夜头脑不清时做人生决定，别在暴怒失控时发消息做抉择。能在压力之下守住冷静，在诱惑面前保持清醒，你就已经赢过了大半普通人。朋友们，整整30分钟，我们用现代视角拆解完2000多年的《孙子兵法》顶级智慧，梳理出4大人生逆袭核心心法：先胜而后求战，提前盘算底牌，不打无准备的莽撞之仗，以跌撑珠，避实击虚，打造自身优势，永远不参与无意义的公平内卷，兵无常势，以迂为直，灵活变通布局，用博弈套路化解人生各类危机，知己知彼，情绪稳定，抢占信息先机，用绝对理智掌控人生每一步抉择。只要把这4大心法刻进骨子里，不管是职场晋升、商业打拼，还是人际交往、人生抉择，你都能拥有远超同龄人的格局和眼界。可说到这里，有一个值得所有人深思探讨的话题：你觉得《孙子兵法》真的是教人算计人心、争权夺利的厚黑学吗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真实看法，一起交流探讨。如果你喜欢这类传统智慧拆解、人生格局提升的内容，一定要订阅咱们频道。后续会持续拆解经典古籍，分享高维思维，帮你跳出认知误区，修炼博弈智慧。往后人生路上，愿你既有心怀善意的菩萨心肠，也有守护自身的金刚手段。顺境能乘风破浪，逆境能安稳自保，在喧嚣世间从容前行，稳步逆袭。